大家好，我是老米。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呢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美国宏观经济的情况。而作为一个加拿大的居民，我觉得是时候应该聊聊加拿大本国的情况。2022年，加拿大央行是真的很疯狂，全年8次利率会议，竟然有7次都是加息，而且除了第一次加息是0.25%之外，其他的6次居然都在0.5%之上，其中有一次甚至加了1%。那么加1%是什么概念呢？自2000年以来，加拿大央行一共进行了5轮加息，其中第3轮加息的顶点也不过是1%而已。加息如此疯狂，很多人是真的受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疯狂加息带来的就是高利率。高利率除了让我们的房价暴跌之外，还让我们的房贷升到了让人难以接受的地步。而就算是这样，加拿大央行也不打算善罢甘休。2023年，加拿大央行的加息还有可能继续吗？那么2023年加息何时才会真正的结束呢？2023年加拿大利率最高会到多少？2023年会开始减息吗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系列的问题。在聊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目前加拿大利率的情况。这就是加拿大央行2022年8次利率会议的情况。而目前基本利率已经达到了4.25%。那么4.25%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水平？已经达到了2008年初的水平。2008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想很多人都应该非常清楚，那就是次贷危机。我们再来看一下2022年加拿大央行最后一次利率会议的情况。这次会议呢，大家都非常清楚，就是12月7号开的。在12月7号的这个会议当中，我把这个会议的主要精神总结了一下。其实它主要就说了2点意思。第一点，那就是加拿大央行将继续量化紧缩政策。第2点，加拿大央行通胀率的控制目标是2%。言下之意，只要通胀率没有达到2%，加拿大央行的加息就有持续下去的可能。那么目前加拿大的通胀率是多少呢？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，这是2022年1月到2022年10月加拿大 CPI， 也就是通胀率的一个水平。从这张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目前加拿大的 CPI 大约在7%左右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很自然而然的就来了，加拿大的央行控制目标是2%，对吧？加拿大目前 CPI 的水平是7%，那么从7%到2%需要多长的时间呢？我们可以看一看历史上离目前最近的一次达到加拿大的 CPI 达到7%是什么时候？那就是在32年前的1991年1月，当时加拿大的通胀指数是6.91%，降到2%左右。从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花了大概1年的时间，也就是说，直到1992年的1月才降到了2%以下。当时呢，这个数字呢是1.59%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切都能像1991年那样顺利，那么加拿大的 CPI 有希望在1年之后降到2%。从现在开始算起，应该是在2023年底
或者是2024年初的时候，按照加拿大央行的文件精神，在 CPI 达到2%之前，央行都是紧缩的政策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就意味着明年全年加拿大的利率都有可能会在高位运行，也就是说至少会维持在超过4.25%的水平。那么一直持续到年底，也就是2023年的年底，或者是2024年的年初，才有可能会考虑是不是要减息的问题。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，既然是维持在高位，那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高位呢？这个问题恐怕要由美联储来决定。毕竟加拿大经济是美国经济的影子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曾经做过一个视频，名字叫做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个州吗？里面已经把美国和加拿大的紧密联系说得很清楚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看一看。我们言归正传，在这里我给出了2张图，这2张图。第一张图呢，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，也就是从2001年到2002年这22年的时间里面，加拿大和美国基本利率的一个走势的分析图。从这个图上，咱们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在这22年里，两国的利率周期，利率周期其实指的就是加减息的时间和加减息持续的时长，还有它们利率的波动范围几乎都是一致的。还有我们的第2张图，2022年加拿大和美国加息情况的一个对照表，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两国的利率会议的时间几乎都是前后脚，次数也是一致的8次。那么加息的起点也都是一致的，都是从零利率开始加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它加息的幅度也几乎是一致的，今年加息的终点也几乎是一致的。在这个今年7次加息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在2022年6月的这次加息当中，加拿大的利率是 1.5%， 一度落后2022年6月美国利率 0.25个百分点，当时美国是 1.75%。随后紧跟着2022年7月的这次加息呢，加拿大央行就宣布加了 1%， 就追上了同样也是2022年7月美国利率的一个水平，都达到了 2.5%。 目前7次加息完成之后，加拿大的利率水平达到了 4.2%， 而美国的利率水平达到了 4.5%， 几乎是相当的。这就是2022年两国加息的一个情况。好，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，既然加拿大是紧跟美国的，那么2023年美国究竟会加息多少呢？我做过一个视频，就是前2天刚做的，叫做2023年美联储最终利率分析。感兴趣的朋友同样呢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。我当时在这个视频里面认为就是这个表格，就是这是我的一个看法。美联储2023年最高可能到达的利率是 5.75%。 目前呢，我根据当前美国宏观经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，还有包括美国最近这一次利率会议的一个情况，我仔细的把那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都看了一下，包括他们里面的一些文件我都看了一下。看完之后呢，我目前这个看法呢还是没有改变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表格另外一个表格就是2023年加拿大和美国8次利率会议的一个情况表，这个表都已经出来了，同样也都是各开8次会议，各开8次会议。右边的这张表格就是美国利率会议的一个表格，美国2023年加息的终点最高可能会是 5.75%。 如果是这样去推算，加拿大央行2023年的加息同样最高会达到 5.5%， 甚至会去追平美国央行最高可能的利率，达到 5.75%。 咱们在座的诸位不要觉得
5.75%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。我们同样翻到32年之前，以现在的通胀率相同的1991年最近的这一次，我们去看1991年1月到12月加拿大利率走势的一个图，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利率最低也有 6.83%， 而最高甚至到了 9.77%， 接近 10% 的一个水平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。一切的罪魁祸首都在高通胀。假如高通胀持续下去，那么一切皆有可能。我们的结论，综上所述，2023年加拿大央行最终利率有可能会达到 5.5%， 甚至 5.75%， 并持续到2023年底，或者是2024年初，而减息在2023年大概率是不会出现的。如果局势有变了，我会及时的在视频当中更新，告诉大家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的视频。以上的判断呢，我们都是基于理想情况做出的，对吧？就是从 7% 减到 2%， 1年时间完成，这是基于理想情况来做出的。那么不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加拿大央行12月利率会议的文件当中也提到了，那就是这句话：地缘政治不会变得不可控制，从而阻碍供应链，进而影响经济。我在这里补充一下，这里的地缘政治应该不单单指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，那么还有哪一些呢？因为咱们这个视频是讲理财和经济的视频，政治的视频我们不关注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去自行谷歌，我相信你会找到一大堆相关的这个内容，对吧？我们就不讨论了，回到我们这个视频的主题。假如地缘政治恶化的黑天鹅发生，那么高利率可能会在加拿大持续更长的时间，我们的苦日子仍将遥遥无期。或许我们已经走在了通胀半永久的路上。而关于通胀半永久这个话题其实我在半年之前呢就做过一个视频，名字就叫做通胀半永久。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。好的，今天的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收藏、点赞、分享我的视频。朋友们，再见了。